对，真的假的？任何工作呢都有它的好或坏，充满阳气。来，给你看有没有阳气的故事？我上礼拜有跟他过，是什么？直男会你妈？对，可是你比较会 touch。按订阅不用钱啦。好的，我车。嗨，我是小肉。今天我邀请到一个素人，他一直都是我长期合作的热辣除毛的师傅。我们在这半年就是有聊一下他的工作，然后才发现他是直军。我今天就想着说来邀请他来聊看他为什么从直军然后做到现在的热辣除毛。大家好，我叫小优，182，目前大概是75左右。是什么时候做直军的呢？那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你是义务役之后直接接吗？我不是义务役签的，我是还在念大学快毕业前去考志愿役考进去。志愿役还需要考吗？哦，我这句话没有在贬低哦，我是说有需要考吗？那不是直接报名就好了吗？也是门槛没有到很高，但是它就是基本的自立生跟体能测验而已。那如果你自己测验没过，可以进去吗？不是，你就一直考到过为止。好了，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军人好像很笨，没有，因为很聪明的，要学习如何躲。我老实说，军人真的都还蛮笨，尤其当越久越笨。其实你知道，我当军人，我当了快6年5年多，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外面社会上的朋友说，小妹怎么越来越笨？我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现在都不会思考，你都不懂得思考。我们问你问题，我们没有下命令，你就不会做。可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啊，有时候这样日子过得蛮快乐的啊。你看我一整天我超忙的，我一起想说完蛋，剪片、运动要怎么安排、拍片，然后我就要一直想一整天要怎么塞，我一整天超忙的。可是这叫充实，充实很烦，很累，你知道在里很累面。三餐作息很正常、很规律，但是你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对，你做事情是很没有想法的。当没有贬低，我们就是叙述题外话。我之前有一个国军的朋友，他已经做到很上面，在国防部里面，然后他现在是主管，管下面的人，跟下面的人出包，半夜打麻将被抓到，然后结果那个主管就被继承组，他就很不爽，说是我底下的人做，为什么是我要承担？当兵了30年以来第一次被惩处，我就说没办法，这就是当兵。军中长官就是常常会对下面的很机车、很鸡歪，让人讨厌，就是他被防止你惩处出包，对，他就要盯着你，让你不敢出包，这样子他才不用去扛你的责任。可是我会离开国军，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制度自己一个社会有点太封闭了，很封闭。这些军人真的，你们自己也都知道，就是其实在里面常做一些很没意义的事情，例如说里面很喜欢种一些1年4季都在掉落叶的树，然后就一直扫落叶。你1年4季每天都有树叶可以扫，要不然就是有些长官很智障，例如说这个礼拜留守的人，那一棵树好像妨碍到什么，要把它搬走挖走，然后就请阿兵哥这礼拜留守人把树给挖起来，下个礼拜另外一批留守的人把它种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想说这样就解决了事，过了1个礼拜，他们说好像种那边不好，遮旁种回去。所以我们1个月就要来回2批人把一棵树从这边挖起来搬过去，再从那边搬过来再搬回去。我现在脑袋都是那个，看这长官小，这长官是白痴吗？所以，就长官也觉得底下人白痴，互相觉得白痴。因为长官们他不想让你假日太无聊，你假日有什么他觉得都没事做，然后领国家薪水这么爽，对，怕人家会讲闲言。殊不知你叫他们做这些事情，让人家觉得更。我有遇过好的长官，就是他觉得留守下来为什么一定要做事情？大家一起在中山市看看电影，然后一起聚也不错、啊。对，看 DVD， 玩一些桌游，这都很好啊。但有一长官就觉得，他为了要求表现给上面的长官看，他就是我一定就把全队留守的人表现在哪里？带去，例如说把长官的官邸周围的房子树叶扫干净，把草拔干净。所以你一开始当兵的时候是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大学毕业念工业工程管，我念了4年，我没有很喜欢，我根本就不想要从事相关的工作。快到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要不要念研究所，还是要准备找工作？好像要当兵了。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姐姐要去考志愿役，你要不要也去？我说我没有想过要当兵。她就说，就陪考嘛，有没有考上没关系。妈，好烦哦。然后对，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想就陪考，我就陪我姐姐去。你怎么会想陪考？我听到陪考我就不想要了，麻烦死了，花时间准备。妈妈担心姐姐自己去不放心，有个弟弟陪她就比较放心，要头不放心。结果没有理解没考上。对，真的假的？不是我很好考。这是我姐考了3次，她3次不是智力，她智力测验都很高，她是体能测验没过。她去测体能测验前一天，她去打球，然后脚扭到，所以她跑步根本就不会。哦，那3次都扭到吗？开玩笑。我觉得我姐是。他就是不想考，他根本我觉得有阴谋，他就是故意要跟你妈说要养回去当志愿役，然后每次故意让家里扭到，然后让家里可以养他，抓！我就知道，但他至少自己后来找工作了。让他做什么工作？你看，
对呀，我知道这是阴谋论，其实是你妈想要你当志愿役，然后派出你姐去，然后你姐故意脚扭到，然后所以你考上，抓。我也觉得被骗，只是说我去陪考，我想对陪考，我考了吗？说都考到了，你就放弃啊！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你说考过这件事情吗？对啊，放弃啊！那个成绩单会寄到家里来，想办法拦截，拦截。回来，当兵还是有一些好处，我们不要一直讲当兵怎么样。任何工作呢都有它的好或坏，充满阳气。来，给你看有没有阳气的故事。总该会有一些吧，日久也会生情啊。你说在里面吗？对啊，也会有一些好看的吧。其实我在军中一直没有出柜，没有半夜留守，然后互相之类的吗？因为我自己后来当到班长之后，其实我底下阿兵哥他们好像对我也没有特别的，但是我有认识比较开放的学弟，我避讳人家知道他的学弟。你说阿兵哥因为他是大家跳 waking 这样子吗？还是跳 vogue？就是他是驾驶，但是他就常会小发财车旁边就是在那边扭屁股，我想说好。很会扭，有被吸引到吗？很厉害，怎么样厉害？反正我们讲是谁，好，他自己知道。是班长，他是驾驶兵，我们会常常就是要开军用车子出去，过哨口的时候，他就说，学长，我说怎么了？他说，刚你看到那个哨口阿兵哥吗？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你觉得？我说还不错，但是你还回答你不是没有出柜？没有，他知道我事情哦，因为我其实没有讲，但是他是圈内，所以他感知得出来，他雷达有响，但是其他人都根本就不知道。他就说你觉得刚才我说还可以，还不错，怎么了？他就说我上礼拜有帮他过，你说什么？啊，不一起吗？不是，要一起吧？不是，哆啦又来了。不是，我一起啊，要在一起啊。你怎么做到？他说过哨口的时候跟他聊天啊。重点是他很厉害，是因为我们常常进出营门口，我们不止一个。他说进出，你就跟他吗？不是，还有很小的。我当押车官的时候啊。押车官，我们是押车官。你知道军中的车出去一定要有班长接或者是军官要看这样子，在旁边就坐副驾驶座，就怕你乱开哦。对，压着那台车。哦，押车班。我发现听他这样每次出去分享说，好多哨口的阿兵哥他都有怎样过，而且都是直男。真的假的？啊，如果这边想要看当兵的话，这边右上角有当兵营可以看到儿保会员专业，快去看，快去看。5年后退伍跑去做热辣除毛，是有什么因缘际会吗？其实热辣除毛跟我当兵中间隔了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无缝接轨。没有，一下车就做热辣了。我做热辣才1年多，我这个时候是28岁，所以中间休息。哇，过了这么久，你做了哪些事情？我退伍有先创业，饮料店上班，饭店柜台当工程师。我们今天先佛直军跟热辣除毛，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这边底下留言。所以为什么后来是做热辣除毛呢？我一直都有除毛习惯，因为我以前有拍过照片，男体摄影照片，对我有当过。你不要讲这么奇怪，你讲好像你就是做涉案一样。就是因为有拍照需求，所以就要开始接触除毛。第一次除毛就是因为拍摄，然后后来就好像发现除毛好像还不错，除毛完好像很干净，不容易闷，都可以直接正大光明的看。你说看客人毛的部分，太多人的想法都好扭曲哦。大家说，当除毛师好好哦。我说怎么了吗？你每天都可以不一样的屌。没有，这只是无聊想跟你聊聊而已。会去热辣除毛一定都是有颜值的。谢谢。其他人，我不能这样讲。要不然就说，你可以除帅哥的，每个来除毛都是帅哥。有些直男真的都还蛮帅。还有直男去除毛。会。那我想问你一个比较不好意思的问题，直男会。吗？对，毕竟我们会直接 touch 到，可是你比较会 touch。虽然大多数人都会痛，但是很多人痛的状态下还是会有反应。我们刚刚讲的画面，我突然想到那个踩地的，就猜哪一个会触发一样，超烦。你觉得做除毛这1年来有哪些福利吗？客人给你的一些动力继续做下去？客人回馈给我的吧，例如说第一次来，甚至他之前在别的地方除过，除完之后他说你除的比较好耶，他说给你除真的比较不痛。听起来好淫荡哦。我说不要客套，他就说真的比较不痛。没有客套，不要找你第2次。他会把他跟之前去别家店家的经验做比较。我就说可以让你觉得心理或身体上面有不舒服是我的荣幸。那有没有让你挫折的事情？有就你撕掉的时候，你发现还有残毛，怎么还那么多细毛残毛在？你就觉得是自己技术太差吗？怀疑自己，真的会这样？我自认为已经帮客人除，让客人觉得很不痛。要不然那个除了痛到一个哭天喊地，他躺着，然后忽然他整个就已经贴在墙壁上。真的有？说，因为毕竟我们除毛，只要客人要除，我们都要除。其实我们虽然会请客人在除毛前先去洗澡，但是你知道有些客人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吗？他就是会洗不干净的时候。你说会有这个面吗？不要闹了，真的，就是客人脚抬起来的时候就。你是牙医耶？他们看到的是菜渣就算，我看到的是。那你要怎么说呢？
我不会跟客人讲。我会跟客人说，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把油给擦掉哦，然后就拿卫生纸。你好专业，我就默默把它擦掉，因为我不想让客人尴尬，所以我不能反应太大，心里面或许会尖叫。我就刚刚聊了这么多有关于热辣除毛工作，一个执行你的工作，从直军到你的热辣除毛这两个，直军听话照做，不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被妈妈骗，不要被骗，真的，你不想做什么，你姐根本就没有要做，好不好？根本就骗你的。3次要做戏要做主吧？热辣除毛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目前做1年多，老实讲，我真的没有所谓的职业倦怠。完全没有这么神奇，就是我觉得你喜欢你自己工作，你又在这份工作上得到成就感的话，就真的不会。而且我每天都碰到不一样的客人，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小至20、21岁，老至50、60岁，所以你可以接受的人太多了。然后每个不一样的毛发，你有没有毛发的百科全书？对我来讲不是毛发图鉴，我这边标跟那个染头发那个本子一样。说每个人客人就是拍一张照片，说我帮你拍张照片，对，或是留一撮这样子。没有啦，就是我觉得重点是在我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故事，认识到不一样的。可以关于毛吗？不是啊，什么故事哦？你是说可以跟客人闲聊啦？因为我们除毛过程中，你一定要跟客人聊天，你要让客人放松。有没有客人很安静的？有就我。你会痛，你会叫，对，他会叫，就是不怕那个人，他从那上。然后我想说怎么了？我说他在做瑜伽啦。我说你还好，他就这样。然后是啊，3、2、1，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开始变心机。我就说你是很无聊吗？要不要拿手机？他说没关系，不用啊，他就继续放空。非常谢谢今天自己小优来分享他的从直军聊到他热辣除毛，然后我非常谢谢你今天有蛮多让我意外的 point。希望那边这边是左上角有小优的，就可以收，拜拜。如果有热辣除毛的问题，可以去找他。拜拜。蛮好的，今天这集。